阿特拉斯馬上到達金星軌道了，但是我們完全無法在金星的軌道上觀測到它，因為在這顆地獄星球的近地軌道上，我們沒有任何正在正常工作的金星探測器。換句話說，這裡完全是人類探測器的墳場。這期視頻我就帶大家了解一下人類探索金星的歷史。上世紀50、60年代，人類剛剛掌握進入太空的技術。那個年代，金星是科学家心目中最有希望存在生命的星球。它的體積、質量，甚至距離太陽的遠近都與地球相似，因此早期的科學界一度認為金星上可能有海洋、植物，甚至文明。從1961年開始，蘇聯連續發射了16次金星系列探測器，成為人類最早也是最瘋狂的金星追求者。1967年，金星4號第一次穿過金星大气層。1970年，金星7號成功在金星上軟着陸，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其他行星上實現軟着陸。1975年，金星9號首次傳回了金星表面的黑白照片。不過，這些所有的登陸探測器都在幾個小時內，甚至幾分鐘之內被高溫和高壓粉碎。隨着一批批探測器傳回數據，科學家們發現金星與地球的相似只存在於外表。金星的大氣中 96% 是二氧化碳，濃厚到幾乎不透光，表面溫度比烤爐還高，可以融化鉛，空氣中彌漫着硫酸物，而在它的雲頂層，閃電強度比地球高出數十倍。這就導致登陸的探測器幾乎都無法抵抗住金星的高溫高壓。不過這裡面卻有一個例外，金星13號，它整整在金星表面堅持了127分鐘。它的設計目標只有一個，活得比前輩更久一點。為了在地獄般的金星上多活幾分鐘，工程師們幾乎做到了極致。外殼厚達數厘米，使用鈦合金與陶瓷複合材料，內部裝有強制冷卻系統和特制的隔熱層。所有電子設備都被包裹在双層耐壓艙中，通信系統採用双備份機制，只為在最後一刻發出影像。金星13號的降落艙被設計成可以承受500攝氏度高溫、100倍气壓的金屬棺材。科學家很清楚，它的命運是犧牲，但在犧牲之前，它要讓人類第一次看到地獄的真相。1982年3月1日，金星13號穿透金星濃厚的大氣層。從入軌道着陸，它經歷了1個小時的下降過程，最終在距離赤道南緯 7.5 度、東經303度的位置，金星的平原上，它着陸了。這時，它面對的是一個460攝氏度、壓強90倍大氣、暗紅色的地獄世界。着陸後，金星13號立刻展開工作，它拍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張金星表面的彩色照片。畫面中沒有藍天，沒有綠地，只有暗黃色的天空、燒焦的岩石和被灼傷的金屬。那是一種壓抑到讓人窒息的荒涼。金星的地表就像一場永恆的黄昏。在那片荒原上，金星13號拍攝、分析、回傳數據，直到127分鐘後，它的信號逐漸衰弱。它的電子設備被高溫燒毀，艙體被壓扁。金星13號完成了它的使命，永遠地沉睡在了那片炙熱的土地上。這時人類才意識到，金星不是地球的姐妹，而是它的鏡像。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，人類的關注重點就逐漸轉向了火星與外行星。火星能登陸，能採樣，能找水；木星、土星有衛星，有環，有氣體動力學研究價值。而金星呢？它沒有溫和的表面可供漫遊，也沒有潛在的生命環境。投入巨大成本換來的是一片熾熱、致命的荒原。於是金星探測器就被邊緣化了。截至2025年，人類唯一仍在金星軌道運行的探測器是日本航空局 JAXA 的曙光號。但曙光號的任務是研究金星大氣，而不是外來天體。它的相机角度固定，視野有限，幾乎無法觀測到像3i 阿特拉斯這樣的星際訪客。在它之外，金星軌道上已是一片沉寂。NASA 的麥哲倫號早在1994年墜毀。ESA 的金星探測器在2014年耗盡燃料，美國和蘇聯的早期探測器早已化作太空碎片。不過科學界正在重新關注金星， NASA、ESA、CNSA 的計劃都已經在路上。也許未來我們會重新在金星軌道上布滿眼睛，那時如果再有新的星際訪客，
我們將不會錯過。